大家好，我是陈鸿儒临床心理师，我是台湾临床心理学会灾难与创伤委员会的委员。那现在在台湾台北的大型诊所工作。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灾难之后的一个经验式、体验式的心理治疗方法。所以当我说到灾难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极端的情境。所谓极端的情境是这个灾难事件它会造成的伤患人数，它会远远大于我们的医疗资源所可以供应的帮助。所以在这样的灾难发生之后，会有很多人在心里面留下创伤。而根据精神科诊断准则手册里面所提到的创伤的定义，它会需要有一个实质的、具有威胁性的死亡，而且它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或是性的暴力。那 Jennifer Freyd 根据创伤，它其实做了3个简单的分类。一个分类是它会诱发一个强烈的恐惧，譬如说天然灾害，像台湾的台风或是地震。而另外一种它是跟人际相关的，它是一种关系当中的背叛，譬如说性侵或是家暴。而第三种比较特别的是一个机构的背叛，它在讲的其实是一个组织跟人的关系，譬如说学校跟人，或是说政府跟人。所以譬如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或是之前香港的一些社会运动事件，它就是一个组织对人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在所有的人当面临这样子的灾难之后，他们都会有一个强烈的不适、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在0到48个小时之内，几乎90%的人都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强烈的不舒服。所以在之前介绍过的主题里头，会提到 PFA 心理急救技术来去帮助这样的人。而当时间开始延长，从2天到1个月的时候，仍然会有一部分的人，大概30%左右，还会感觉到心理上的一些不适感，一些 distress 的感觉。而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心理复原技术 skills for psychological recovery 可以去帮助这样的人。但大家会发现，在最后仍然会有10%的人，他们可能会在长期的生命当中都一直饱受这样子的痛苦。所以如果当时间超过1个月，并且这些人他可能会伴随出现下列的症状：侵入、逃避、负向的认知跟情感，还有一个过度警觉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个案他很有可能得到了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我会以下开始跟各位介绍，在 PTSD 里面，它每一个症状大概会是什么。侵入式的症状像是它会有一些突然间插入脑海的一些跟创伤相关的画面，或是他可能会在夜晚的时候做噩梦，或是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会突然出现解离的情形。逃避的症状则是他会去避免接触跟创伤事件相关的所有的创伤提醒物，好让自己不去想起那一些相关的回忆或者相关的感受。而负向的认知跟情绪是他们可能对于自己遭受这样的创伤，会自责、会愧疚；而对于他人，可能会有一个强烈的不相信，对于这整个世界会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而最后是一个过度警觉，他们的身体状况会陷入一种很强烈的警觉的状态，所以他们时常会惊吓，他们时常会惊醒，而让他们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专心或是好好的睡觉。所以在以往我们前面讲者介绍过的一个逐步的照护模式，会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会增加他的心理强韧性，会用心理急救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而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用一些心理复原技术来帮助更长期受到伤害的人们。而最后一个阶段，其实他不论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只要我们确认这个人他其实蒙受了 PTSD 的痛苦，那他会随时的被去转接到精神科或是心理师那边做心理治疗。而这次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个第3个阶段，我们会怎么样子给他们一些照顾跟治疗的方法。而在过去的医疗系统里面，我们是很仰赖 CBT 认知行为治疗的。对，这是一个最多实证证据研究，然后被认为在研究上面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当我们用 CBT 去针对 PTSD 的个案的时候，却发现了它的有限性。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在过往的很多研究里头，会发现说，CBT 对于 PTSD 个案，只有1/3的人会觉得他有进步，甚至有很多人会说他们在他们的健康、工作跟心里面的幸福感上面，仍然会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那在一个大型的数据研究当中发现，有1/3的人会在 CBT 的疗程里面，放弃这个治疗，然后有2/3的人甚至会有一些负向的感觉。那有很多的女性在经过 CBT 的治疗的3个月后，她的 PTSD 再发，然后仅仅有15% 的人可能会在这之中，觉得好转。所以我们不禁要去好奇一个事情是，为什么 CBT 对于 PTSD 的治疗会有这样子的有限性出现？所以我们要回头去思考，我们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究竟对我们的人的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的人脑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由下往上是我们人脑发育的一个过程，最下面的就是我们的脑干。然后到6岁之前的时候，中间的边缘系统会开始发育完成，它就是我们俗称的情绪脑。所以当我们的大脑侦测到危险的时候，情绪脑就会开始发出警报，来去让我们的生理做出反应，让我们去因应那个危险。而最上层的是最外围的，是我们的前额叶，它是我们最后发展完成的，负责我们的理性思考、逻辑思考。OK， 但在遭遇危险或是这些创伤后的幸存者，他们的边缘系统是非常发达的，是非常容易发出警报的。所以只要一遇到危险，他们可能整个身体、整个脑部就会发出警觉，而让我们的理性的大脑是关机，没有办法思考。所以我再有这张图去跟大家分享，在我们脑部里面的一个路径。首先，收集到讯息之后，它就会传达到我们的杏仁核。杏仁核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它会去判定现在外在这些资讯有没有危险。一旦它觉得有危险，它就要立刻释放一个讯息到下视丘里面，让我们释放压力荷尔蒙，让我们立刻去因应这个危险。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路径，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而另外一条路径是，杏仁核会把讯息送到我们的海马回，去提取我们的长期记忆，去分类说，这个事情跟我过去受到的创伤事件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呢？它是有危险的吗？还是没有危险的呢？而经过这样的思考之后，讯息再一路的传递到我们的前额叶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而后面这条路径它其实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由前后这2张图，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情绪脑判断的永远比较快。情绪脑会判断比较快之后，一旦他觉得有危险，尤其是创伤后的人，他们会很容易感觉到危险，他就会立刻进入身体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所以要去掌控这样的压力，我们有2条路径的。一条路径是我们会由上往下，也就是我们会由上往下，比如我们用我们的前额叶去感觉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肌肉、每一个呼吸，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呼吸，调整自己的肌肉，去感觉自己身体的状态。那这在所谓的 mindfulness 正念或是瑜伽里头，其实是常常做这样的练习，所以是刻意的用我们的大脑、理性脑去感觉身体的变化。而有另外一条路径是，我单纯的去控制我的呼吸，我单纯的去借由一些身体的触碰，然后来去让我的肌肉可以放松下来，是由下往上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这个前额叶是一个骑马的骑士 ，OK， 然后我们的恐惧的情绪脑是一匹马，那它就像是一个骑士在骑一匹马一样。当然，骑士可以一直不停的练习，我要如何操作这只马，我知道这个马什么时候会暴冲，我知道这匹马它什么时候会情绪会崩溃，我知道这匹马它要往哪个地方走过去，所以我技术可以很精熟的，我可以很好操作这只马匹。OK， 这当然是一种方式。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万一有一个情况是这匹马是一个受伤的马，或是一个受过惊吓的马，当它非常非常恐惧或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时候，它其实是完全不受控的。所以我们这时候还是得回到最原始的方法，我们得其实得下马，然后好好的摸摸它，好好的陪它呼吸，好好让它休息，
所以这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如何去照顾我们的杏仁核，如何去照顾我们的情绪。而这张图，是在讲我们的多重迷走神经。大家可以发现，它其实分成3层不同的阶段，而最下面的这一层，它在说的是，这个是背侧迷走神经负责的部分，它会让我们能够跟人建立连接，它会让我们可以有同理心，它可以让我们跟人之间产生关系，甚至在遇到一点点的危险的时候，也能够去丢出求救的讯号，来去跟人产生一个连接。可是如果这个危险没办法过去，我们人或者其他动物就会进入一个战或逃的反应，这时候就是由交感神经去掌控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开始觉得呼吸急促，我们会开始觉得肌肉紧绷，我们开始会觉得心跳加速，好送出更多的血液帮助我们逃过危险。所以如果大家想象一只动物，它就会开始奔跑，或是开始跟对方战斗。当它觉得打不赢，或当它觉得逃不走的时候，它就会进入最上面那一层的叫做假死的状态。OK， 所以在这个假死的状态里面，动物就会躺在地上，陷入安静，其实就很像人的解离或是人的僵直的状态。那当这个动物如果它逃过了这个危险，事实上它没有办法马上站起来，然后就跟其他的动物就是当好朋友或是吃草之类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行为有一些观察，或是有一些纪录片的观察，会发现这群动物会有一个反应：它躺在地上假死之后，当它的猎人跑走离开之后，它会开始进入一个身体不自主的抖动，所以它会进入一个发抖，然后急促呼吸的状态，好让它的能量可以释放掉。那其实是从僵直的反应回到一个战或逃的反应，而当这个能量释放完了，他才能够再回头过日常的生活。所以其实人也是相同的，只是很多受到创伤的人，在灾难上面受到创伤的人，他们虽然进入了一个僵直或是一个解离的状态，但是没有人陪伴他们度过那个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释放能量的过程。所以有这几张图，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的总结，或是一些的整理。我们的情绪脑是远比我们的情绪更早发育完成。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当遇到灾难的时候，情绪脑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然后会让我们的身体立刻进入一个要战斗或逃跑的准备，甚至会进入到一个僵直或是解离、僵呆，然后就是很像失神落魄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光靠语言的工作是不够的。那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动物在那边不停的抖动，很害怕，或是已经整个魂飞魄散，就在那边僵直了，我们用再多的语言，其实都没有办法跟它沟通的。这会需要回到身体的照顾上面。所以我引用一段弗洛伊德跟他的老师布雷尔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心里面的创伤，或是说更精准的是这个创伤的记忆，很像是一个进入身体多年的异物，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一样。它进入了身体之后，它会一直发动着力量，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所以创伤这件事情，它需要比语言更多的帮忙，语言是不足够的。所以以下我要即将介绍的针对创伤的治疗，就会是着重在身体感觉上面的经验式的一种心理治疗。那以下我列的这些都是过去研究当中有疗效的研究，包括催眠治疗、心理剧治疗、完形治疗、正念、瑜伽、EMDR 或是一些生理体验式的治疗方式。那我今天就会以催眠跟心理剧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会怎么用这2种治疗方式去帮助 PTSD 的个案。那在介绍这些治疗之前，我分享一下台湾李维伦教授曾经绘制过的一张图，然后来让大家理解这后面的思考跟逻辑。那我们人跟这个整个环境互动，其实会有3种不同的意识层面。第一种意识就是最上面的这种，是很着重在语言跟意义上面的，很像我现在对大家说话，我现在在介绍这个课程，那大家其实都是在用语言的逻辑去跟我互动或者思考。那有另外一层，中间那层是着重在图像的。有时候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有一些回忆是没有语言的，但是会有那个场景，会有那个画面，会有那个人事物在那里。
而最下面那一层则是身体感觉的。我们在某些回忆里面，其实会包含我们的感觉到的温度，感觉到肌肉的紧绷，感觉到呼吸的速度，所以这是非常体感的。所以每个人跟环境互动的时候，都会包含这3种不同的意识层面。而接下来会介绍的心理治疗，它都会跟这3种不同层面去做工作。那我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艾瑞克森催眠治疗。那艾瑞克森催眠治疗里面有2个核心的精神。第一个精神是它是一个体验式的治疗。体验式的治疗相比CBT 或是其他的心理治疗，会用直接教育的方式，直接给建议的方式，像一个教练一样。体验式的治疗它会更喜欢更试图用说故事的方式，或是用一个隐喻的方式来去传达要给个案、要给幸存者的一个讯息。然后在催眠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帮助他们进入一个意识不同层次意识的转移，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图像，或是语言，或是身体的感觉，会在催眠的历程里面做移动。所以有这张图就要跟各位介绍这不同的意识层次，它可能会是它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张图我会慢慢跟大家讲解。在最左边的部分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是用语言为主的一种沟通方式。在以语言为主的意识层次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大部分都在，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比例图 ，OK， 黑色斜线的部分代表语言的意识，那十字交叉网状的部分代表图像的意识，而最下面一个点状的图代表的是身体感觉的意识。所以当我们日常生活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语言的意识为主，对于身体的感觉或是图像的感觉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描述事情是会有一个时间顺序，会有前、中、后、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它是符合线性的，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但如果稍微进入一点点催眠，我们会怎么样做这个引导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个案去仔细的感觉，譬如请你感觉一下现在你呼吸的时候，你鼻腔的温度，或是请你去感觉现在你手的温度，或是请你去感觉你现在肩膀跟着呼吸上下起伏的程度。所以当催眠去做这样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试图让对方更着重在他身体的感受上面。这时候很多的个案会反映，他们好像身体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感觉，进入到一个身体比较沉重的一种状态。好像这时候对于很多的指导语，尽管这个指导语讲的有点奇怪，譬如也许我现在讲课大家已经开始听不懂了，但是还是会被动的接受，不那么去思考我讲的话的逻辑性。很多人会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仍然觉得时间在流动，可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因果关系要去判断，没有那么需要去思考刚刚发生了什么或现在发生了什么，甚至他们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所以在这张图呈现的就是一个流转的时间的方式。然后如果进入这个方式的时候，催眠会再做下一步，我们会邀请他去想曾经让你感觉到最快乐的一个画面，或是曾经让你想到跟妈妈在一起的一个最温柔的场景。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图像的意识了，他就会开始进入那个图像的状态里头。所以在这个图像的世界里头，他有时候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会跳回到过去，或是他有时候会从这个时间点去想象，如果过了1年后，或是结束这个治疗，你觉得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想象你在过的生活呢？所以他会从现在跳跃到未来，所以他的时间像是绽放开来的，所以我们会称为这是一个绽放的时间。所以在催眠里头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工作，我们会让个案去体验不同的意识层次，语言的、体感的，或是图像记忆的。艾瑞克森催眠的治疗，它会有第2个核心的精神，是我们要确认个案他现在的位置是什么，还有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那确认了位置跟目标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思考，那我们要怎么走过去？所以我们要绘制一个治疗的地图。所以他
在图像上面就会长得像这样。今天我如果以忧郁症的个案为例子的话，忧郁的个案它会有很多个次元素，就是忧郁的个案，它有时候是被动的啊，它有时候是负向思考的啊，觉得自己很糟糕啊，它有时候是社会退缩的啊，不去跟人互动的啊，他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疲倦，或是他会自我责罚，就觉得我怎么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当我们跟个案去讨论，或是我们去设计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忧郁的反面，也就是我们希望他进入到一个快乐的状态。那快乐状态可能会是什么呢？我们就一样有元素，小小的元素去拆解。它可能是积极主动的，它可能是正向思考的，它可能是跟人互动的，它可能很有活力，而且他会自我奖赏。他做得好的时候，会很像小猪铺满一样，给自己一个奖励。OK， 所以我们确认了这个个案的起点跟终点，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催眠的方式带领他去达到那个目标。很有可能帮他做一个催眠，很有可能讲一个隐喻的故事，很有可能去跟他做一个梦境的催眠，让他想象未来，或是让他想象过去的哪一个时刻，他可以做一点改变。OK， 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在讲的是 PTSD 的个案。很多个案会反映说他们会做噩梦，或是他会去避免任何会让他想起创伤的任何的提醒物，或是他的身体会很警觉、很紧张。那我们就可以想了，如果这是起点，终点会是什么？希望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很安稳，可以很放松。我们可以希望他有一天在面对这些创伤提醒物的时候，可以不再那么紧张，可以减敏感。我们会希望他会重新的去架构这个创伤，重新认识这个创伤，或许他可以去思考这个创伤是带给他成长的一次机会。所以我们已经确定了他的起点跟终点，我们就要开始想借由催眠如何去达到这件事情。所以在催眠里头会有几个技术是我们可以帮助 PTSD 个案的，譬如可以做一点点时间的扭曲，因为很多的个案在催眠的历程里面时间感是不同的。如果那个创伤他当时觉得过得非常非常的急促，吓到他了，我们可以在催眠里面让那个时间缓慢下来，在那个很缓慢的时间里头，他会怎么样重新做反应？或是很像我现在在录制这支影片，在催眠里头会有一些录影的技巧，我们可以很像镜头一样把它拉得很远，让他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去观察自己在过这个创伤的历程。所以如果可以拉得比较远，有没有机会让他看到更多更广呢？而如果拉到比较近的地方，让他看到一个比较不危险的东西，譬如说在那个车祸现场，其实会有一些很平静的树，或是很平静的旁边的街景，我们能不能在那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再慢慢回想那个创伤呢？或是我们会做一些年龄的回溯，如果这个创伤、这个灾难是发生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请现在长大的他，好像回到过去一样，去帮助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所以这都是催眠里头他可能会做的一些治疗的介入，或是一些在意识层次的一些想象。那这都是可以帮助个案。在疗效研究上面，催眠治疗过去对于 PTSD 的个案，确实会让他们的睡眠的品质、他们的专注力，或是一些侵入式的症状减少，忧郁的症状减少。那也有一些个案觉得借由催眠的这种再体验、再经验的方式，确实让他们后来对于很多的创伤提醒物是比较减敏感的。那有一些是烧伤的个案，在经过催眠治疗之后，会觉得在身心上面感受到的疼痛感比较少，而且比较少会有创伤再现的经验。而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治疗是心理剧的治疗。心理剧的治疗是由 Moreno 所创造出来、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治疗模式，它将戏剧的元素加到了我们的心理治疗当中，而它是一种团体治疗的方式。所以在心理剧的治疗里面，其实包含了5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是它一定会有个舞台，所以整个治疗空间其实就是一个舞台，它要让我们的个案可以把过去的场景可以放在舞台上面。所以他可能会在那个舞台用一些布景，或是用一些道具来让那个场景更像是他以前经历过的画面。然后在这个心理剧治疗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做导演。所谓的导演其实就是治疗师。OK， 所以治疗师会陪着个案一起去体验这个每一个创伤的场景，让所谓的个案在心理剧的名称里面就会是主角。
那这个主角会怎么诞生呢？这个主角有时候是自愿的，多半是自愿的。我们会请愿意分享他的故事的人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代表他准备好了。那如果很多人愿意，会用团体的方式去选举，就是大家去觉得哪一个人的故事最触动自己。所以在这之中，其实就用一个团体动力的发生，也就是其实主角出现的时候，已经勾动每个成员内在相似的场景跟情绪了。那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辅角，也就是主角他会去挑选一些人啊，譬如说他要回去，可能是那一个，跟父母的创伤，父母可能曾经对他家暴，那他或许会请一些成员去扮演他的爸妈，或是他可能会需要一个成员扮演另外一个自己，陪伴着自己度过这个创伤，而那个陪伴自己也叫做替身。他可能会陪伴着我们的个案，去反映说他内在情绪的状态，或是身体的状态，好像有一个人，或是拥有更有力量自己陪伴自己经历这场创伤，而其他的成员就会在底下担任观众。而观众的工作就是，有时候观众会发出声音来，好让个案发现说，原来这个故事，原来自己的人生故事，会有其他的视角存在，会有其他的感受、意见存在，好扩展他对于自己的这个事情的认识。OK， 所以这是一个心理剧它运作当中5个很重要的元素。而当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发现，不论是刚刚的艾瑞克森催眠，或是心理剧的治疗，以心理剧治疗为例，它会有一个场景，所以它是会运用视觉的意识的。然后他会让个案去讲话，所以一样拥有语言的意识。而最后是因为他会有一个对角，会有一个一起演戏的人，所以在一起演戏的过程里头，他主角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说话，可以感觉到得做一些表情，而且会有一些声音的变化，身体也要有一些肢体的动作。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有体感的，有听觉，有嗅觉，有他的视觉，所以这是一个会牵涉到身体感受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它同时拥有语义的意识，拥有视觉的意识，也拥有体感的意识。所以这会在不同的意识层面里头，而且不断的去工作。所以心理剧的治疗里面，它会分成3个步骤。第一阶段的暖身，导演必须，也就是治疗师必须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团体的活动，把大家的感情凝聚起来，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OK， 所以假设是做一个创伤个案，导演这时候也会跟个案，也就是跟主角做一些核对，可能让他在这个环境走一走，建立身体的安全感，或是让他能够做一些眼神对视，确认他的定向感。然后当他准备好的时候，就会进行到演出的部分。在演出的部分，就会让我们的主角做一些情绪的宣泄，然后慢慢的整合，最后结束这个演出，然后进到团体的分享。每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必须带着一个不批判、不去分析人家、不去评断人家的态度，而是讲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联想到的情绪，或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联想到自己的故事。而这个目的是为了要让主角能够从舞台的焦点慢慢的退回来，变成团体成员的一份子，然后去听听看其他成员的感觉。OK， 所以这时候就会慢慢的结束这个心理剧的治疗。大家可以想象，当听到这边的时候，就注意去想象，如同我们在看的很多的舞台剧，或是舞台的戏剧的演出，它其实是会拥有非常高的张力，非常高的情绪张力。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角进入这个治疗的时候，因为他是需要行动的，他是需要把那个现场再还原的，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创伤的经验会再浮现出来。所以有时候反而会导致个案在这个过程里面拥有非常强烈的难受的感觉。所以针对创伤幸存者的个案，在心理剧里头其实发展了另外一套更完整的治疗模式，叫做螺旋心理剧治疗模式。那这个模式它结合了刚刚所介绍的传统的心理剧，还有依附的理论，还有人际神经网络的理论，还有创伤的理论，来让个案在做剧的演出的过程可以感觉到更安全，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疗。那而我简单的去比较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所谓的螺旋性心理治疗模式跟一般的心理剧的相同跟相异之处是什么。它其实同样都会着重在
这个主角的自发性，就是所有成员的自发性还有创造力上面，它同样的会有一个角色理论在后面，也就是我们期待在这个演出的过程里头，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戏剧演出的过程里，去重新的找到角色，找到一个新的角色，去练习一个新的角色，拓展他自己人生角色的目录。而差异之处是在不会那么在着重在情绪的宣泄上了，因为宣泄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创伤情境的重现，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案在经历一次过去受伤的场景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意识是可以觉察的，他都有一个意识是可以观察自己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并不希望他会宣泄到他解离掉。那这整个团体的过程，我们会需要一个团队。所以所有的团体成员都会是我们的工作成员，很有可能有时候会去扮演这个主角心里面比较受伤的那个部分，或是有时候要去扮演这个主角他内心比较有力量的那个部分。譬如说，可能会是他的一个信仰，灵性的信仰，或是说我们会需要有人去扮演他的一个神圣，心里面神圣的人物，或是我们会需要有人去扮演他一个很信赖的人，我们会需要有人去扮演他可能自己内在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OK， 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些角色里头，多半都是这个人的内在的力量。我们要让他在做剧的演出，重新回到灾难现场的时候，他是拥有很多很多力量。而在疗效的研究上面发现，这个螺旋式的心理剧，简称 TSN 的 model， 它会让个案在经过一个3天的工作坊之后，有92%有人会认为他们后来有很多的创伤的症状，尤其是解离，其实都有很好的缓解，或是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创伤后的一些的焦虑或忧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下降的。所以回到这张图，我去做一个帮大家做一个统整，不论是催眠治疗、艾瑞克森催眠治疗，在催眠的过程里面引导他去注意身体，引导他去想象一个画面，或是回到了拥有意识的状态去陈述自己的感觉，它会在3种意识层面不停的流动，不只着重在语言上。在心理剧治疗会有场景的设置，所以会有图像的意识，然后会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会有体感的意识，然后最后一样要用语言去收敛，去聚焦回自己得到的感觉，会有语言的意识，所以它一样是在不同的意识层次做流动，不只是依赖语言。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艾瑞克森催眠里面的针对创伤个案的一种治疗的方式，所以以下我会分享这个治疗的它的步骤会是怎么样进行的。在当个案去提到这个创伤事件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容易再一次去经历那个创伤，再一次出现了一个情绪崩溃的一个创伤反应，有时候甚至会退化，然后退化成一个比较像小孩的一个状态，他的 ego， 他的自我瓦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再受创伤一次，所以这是我们所非常不乐见的。所以在做这个催眠的治疗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希望为他先建立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让他先能够找到他内在的资源，而这不论是在催眠治疗或者在心理剧里头，都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必须要先巩固的事情。所以这个步骤会像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图就是个案，我们就把它当做个案的图，一个小男孩，一个男性。那我们第一步是要帮他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催眠里头的安全环境，可能是让他能够做一些催眠的引导，让他可以放松，让他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舒服的安全的空间。如果在心理剧里头，可能就会跟他在这个环境里面走一走，然后去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肌肉，感觉自己的呼吸，甚至让他跟导演、跟治疗师可以有一个眼神的接触，然后确认一下自己现在几岁，然后今天想要做的是什么，想要讨论的是什么，用一个安全舒服的环境去让他进入治疗。而第二个步骤是，我们必须要提取出这个个案它很重要的内在资源。以催眠而言，就是我们会让他去想象一个或许是过去对他很重要的人事物，
那或许是他自己如何走过这一些，或许是他的一些灵性的信仰。所以在心理剧里也是一样的，人际的、内在的，或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那心理剧里面可能就会用布经，或是用一些卡片、灵性的卡片，或是用现场的成员来去当作象征，陪伴在他旁边。所以不论是剧或是催眠，都会经过这一步，要先让他提取他内在很重要的资源。而第3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开始第一个解离了，我们要请他解离出一个未来的自己，让他去想象一个成熟的自己。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顺序是重要的，他必须要先能够想到他其实过去生命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资源存在，他才更有机会去想象，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治疗好的，或是一个未来自己可能长得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他心里面，他要去想象一个未来自己陪伴着他，在他的旁边。而接下来在这个步骤里头，我们要请的是未来的自己，再去投射，再去解离出另一个过去的自己，也就是这个经历过创伤的自己。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会有个案的好多个部分在他的脑海当中。而这个过程其实个案已经进入了催眠状态，可能很难跟我们用语言沟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借由点头的方式来确认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解离。所谓的完成这个解离，我们会问说：请问你现在看得到未来的自己吗？他可能会点点头，然后我们会鼓励他跟这个未来自己说一点话，譬如说：很谢谢你今天到这边，然后很谢谢你今天即将要陪着我 ，OK， 然后很谢谢你，然后我们借由点头方式确认他们在沟通，然后我们会请未来的自己再去想象一个过去的自己，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请问你的未来的自己已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了吗？所以过去的自己会跟未来自己点点头，未来自己会跟个案点点头，在他的脑海里，个案最后再跟我们点点头 ，OK。所以我们并非跟他心里面的其他的自己的部分沟通，我们是只跟他的本人沟通。好，而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我们会让个案他距离他的创伤事件拥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所以这就会进入到第5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会请个案，请未来自己。再请未来自己去请过去的自己，以一个安全的、舒服的距离去回想那个创伤的事件。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为何这个指导语，为何这个催眠的语言会这么的长呢？因为我们不希望个案他自己直接去想那个创伤事件，我们希望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跟这个创伤事件有一个舒服的距离，而且在这个距离里头，挡在他前面的还有一个未来已经成熟、拥有很多资源的自己。然后这个很成熟的自己陪伴着其实过去很受伤的自己去观看这个创伤，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个案跟创伤之间其实夹杂着他的资源，夹杂着未来成熟的自己，然后还有那个受伤的自己，所以他不用他本人去直接跟这个创伤事件连在一起。我们希望他可以一直保有意识，是舒服的，是安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个案浮现很强烈的情绪的激动反应，我们都会再一次提醒他，用一个安全的、舒服的距离，重新观看一次那个创伤。所以这个过程会反复的进行好几次，而在那个观看的过程，就会运用到我前面所提的，或许我们可以用录影的技巧，让它是可以用比较远的方式去观看。我们可以用时间扭曲的技巧，我们可以让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缓慢，或是有些部分它可以快转，让它可以不用那么不舒服。然后我们会不停地提醒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请你尽情的去释放你负面的想法、感受跟情绪。在这个过程里面，请你尽情的去释放你负面的想法、感受跟情绪。然后并且我们会用催眠的方式去放入一些安抚的、成长的，暗示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康复的催眠语言到他的心里。一旦他完成了这整个历程，我们就会请过去的自己去感谢未来的自己，再请未来的自己去感谢个案，然后他们
他们做这样子的感谢的一个流程之后，然后再让个案慢慢的回到现场，解除催眠的状态。介绍到这边的时候，其实这整个催眠治疗就会完成这样的，就会完成一个治疗的历程、治疗的过程了。但大家可以想象，当我们拥有这种针对身体体感或针对视觉意识去做工作的一个治疗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所以力量越大，责任越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其实会负有很高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展开这个治疗之前，为自己找一个，不论是催眠的、艾瑞克森催眠的，或是心理剧的，尤其是 TSM model 的一个督导，陪伴自己去历经这个治疗的过程。有一个督导陪伴、督导指导是很重要的。而第二个是在这个治疗历程里面，因为它是一种很身体、很情绪感受的。当我们陪伴，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头也是，当我们在陪伴个案去重新提到这些创伤事件的时候，身体是会很有感觉的。它甚至是会带给我们一些很忧郁、疲倦或是易怒的情绪。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浮现自己的，甚至是他们跟我们讲述的那个创伤的画面在我们的脑海里，而这个过程称之为替代性的创伤。所以我们是很有机会会得到这个替代性的创伤。而如果是的话，我们也得为自己找一个治疗师来帮助自己走过这个阶段。最后我想要请大家一起去相信一件事情，在创伤的心理治疗里头，我们很相信每一个人他拥有天生的力量，他拥有他生命的自己的力量去跨越这个创伤。而且很多人在历经创伤之后，会有创伤后成长的出现，他可能对于生命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对于人跟人的关系有不一样的感受，他可能会有一些信仰的转变，他会更相信一些灵性的力量，他可能会更去珍惜，或是更去掌握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都不得不相信，也在这个治疗路上得去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力量去克服创伤。所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尊敬，或是值得我们去信任，值得我们去工作的议题。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